摘桑葚，摘桑葚，一起来摘桑葚。摘桑葚，摘桑葚，一起来摘桑葚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爱做美食的于姐。这个视频还是我们上次泡桑葚酒的时候回老家拍的，摘了2大盘。这一大盘呢，被我们上次泡了桑葚酒了。这一大盘呢，上次我说过，给大家分享一道桑葚美食。今天就借助这个桑葚，给大家分享一道桑葚果酱的做法。盘子里面这些的桑葚，就是我们那一盘的桑葚留下了一部分，剩下的桑葚被孩子生吃了。首先把桑葚倒在清水里面，加适量的盐，再加一把面粉，再轻轻的把面粉给它搅拌均匀，浸泡个10分钟。浸泡个10分钟的目的就是把里面的小虫子给它泡出。加盐呢，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；加面粉可以起到吸附的作用。泡10分钟以后，用手轻轻的给它清洗，以免把果肉弄破了，色素流失。给它清洗2遍以后，给它沥水备用。讲究一点的朋友，在沥水的同时也没有什么事儿，可以把把子给它掐掉。其实也不用在意这个把子，桑葚全身都是宝哦。但是我都没有掐，然后呢，给它放在料理机里面，给它打碎，打成泥。因为桑葚有把子，籽儿也特别的多，不打碎的话，吃起来口感一点都不好哟。家里面有料理机的，或者是有破壁机的，建议放在料理机或者破壁机里面打。这个打肉机是打不碎籽儿的，就因为我没有打碎，我又重新给它倒回料理机里面给它打碎的，所以我才提醒大家。打碎以后，给它倒入一个不粘锅里面，然后用小火慢慢的熬。果酱刚刚到锅里面的时候，含水分比较高，烧开的时候它喜欢往外溅，然后盖住盖子，小火慢慢的熬，隔个1-2分钟给它焯一下，等一会儿浓稠了，它就不往外溅了。熬果酱千万不要着急哦，小火慢熬。我大约熬了有10多分钟，现在这个样子已经不喷了。我大约又熬制了有10来分钟，然后加白糖60克，继续翻拌，熬至白糖融化后，尝一下是否有酸味儿。要是有酸味儿的话，就证明甜度还不够，要继续加白糖。我总共是900克桑果，分2次加入100克的白糖，尝一下甜度是刚刚好的。白糖刚加进去以后，越炒越稀，这是正常的，一会儿就会变浓稠，炒成这个浓稠度就可以了。给它关火，凉了以后自会浓稠。现在果酱已经冷凉了，是非常的浓稠，让大家看一下。总共是900克的桑果，熬了将近1斤的果酱。用这个桑果酱蘸馒头、蘸薯条、蘸面包都是非常的好吃哦。吃不完的，给它用制混袋装入，放入冰箱保存，放半年也不会坏哦。还可以利用这个桑果酱做雪糕、做面包、做甜点等，是非常实用的哟。有空你也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。我是于姐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